迎回来，新闻大白话。紧接着我们来看看现在这个中美的对话破局，是不是美国其实暗藏了高姿态呢？我们先看这个中国大陆国防部就回应了，就是你布林肯在讲嘛，这个中美之间定期开放的沟通渠道至关重要啊，没有能安排这个美国的防长奥斯汀跟这个大陆的防长李尚福会晤，令人感到遗憾哦。可是你看谭克飞的回应，他说当前两军交流面临的困难，责任完全在美方，呼吁美方以实际的行动来展现诚意，纠正错误，为双方沟通交流创造必要的条件跟应有的氛围呀。那其实在这一两天我们都看到这个微博上头大家都在讨论，其实美方是不是暗藏这种高姿态因为其实美国的国防部之前都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你们要对应奥斯汀的角色应该是中央军委排第一的副主席就是言下之意好像是觉得说李尚福你还对不上这个奥斯汀啊，是要这个中央军委排第一的副主席才叫做对等，所以不愿意给李尚福解除制裁嘛。所以很多大陆的网友在讨论这件事情，说你美方是不是不愿意解除制裁，就是因为你们心里头瞧不起吗？还是你们心里头觉得说这个阶级还没有到吗？那我们谁甩你啊？就是中国大陆的网友更生气这件事情了，所以美方不解除李尚福的制裁，因此这个奥斯汀现在这件事情就看起来反正破局就是破在这儿了嘛，那中国大陆也没有要退让的意思。那五角大厦现在重申就奥斯汀部长对等的对话，这个是2021年的时候，这是美国的报道，所以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就是讲说对等的对话应该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啊。那后来在法新社同样也是说这个应该是要对等的这个角色来做对话，所以美国之前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态度。那因此呢，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一下，为什么中国大陆现在跟美国为着这一个歼16空中拦截的事情，双方真的态度上面都觉得是你对方的错。那中国大陆的讲法是你恶人先告状啊。我们看他的南部战区的讲法，南部战区的新闻发言人他讲说，当日解放军这海军17舰编队为在南海进行例行性的训练，那你美军RC-135的侦察机是蓄意闯入我训练区域然后实施侦察干扰我本来就在这里，你过来我还不能拦截你吗？我还不能让你吃尾流吗？所以他的讲法是说这个南部战区讲到美国的军机不顾中方多次警告，还突然改变飞行的姿态，并且向左挤压，做出危险接近的动作，严重影响了中方军机的飞行安全，而且美方蓄意误导舆论，颠倒是非，颠倒黑白，倒打一把这个妄图混淆国际视听所以双方最接近的时候大概只有120米左右。然后解放军中国大陆的这个官媒也讲说，这个其实这个拦截的事件其实距离海岸线大概只有50公里就是美军这个抵近侦察最近的距离大概只有大陆海岸线的50公里左右，意味着你这个美军侦察机几乎是贴着大陆的领海线在飞行啊。所以很多大陆的军事专家就跳出来在讲说，这个你美军侦察机如此接近的这样抵近的活动其目的不言自明，这个时间点我军出动战机进行驱离完全有必要，而且是合理的。所以原来这个美国释放出来的消息我们看不出来这个位置跟距离，现在中国大陆有释放出更进一步的这个消息的确看起来好像就如中方所说，如果是这样子贴近来飞，的确会有一些相对应的回应动作嘛。那再来我们看看现在这个李尚福跟奥斯汀他们到这个相会这一边的这个大会我们来看看这个会程怎么安排。这一次算是李尚福第一次率团去参加会议那这个6月3号的时候奥斯汀会先发言，6月4号的时候才是李尚福发言那奥斯汀讲的内容是什么呢？他们的主题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力然后这是第一场的全体大会，紧接着3场的大会，你看这主题都是怎么样稳定平和亚太地区解决地区的紧张然后亚洲不断演变的海上秩序好像都针对着中国大陆。可是中国大陆的议题，李尚福讲的是中国的新安全倡议所以感觉好像中美在发言的诉求明显的不一样。那再来我们看看现在这个环球网也讲了，这个美国是遭到中国战机不专业的拦截，大陆的专家就回应啦，这个是你美国的防长在为相会的发言
未料，你又想要来指责中国大陆嘛？他觉得说你们其实只是要找个话题，好在你前面这4场全体大会的时候，又有话题可以来这样子操作一番哦。那以前早有这样的例子啊，我们看看2022年的6月，那时候加拿大的国防部就说，这个空军巡逻机跟解放军的军机哦，发生多次的互动，就是那个比中指的事件哦，而且指责中国大陆的军机没有遵守国际航空的安全规范呐。然后6月11号的时候，奥斯汀就在相会里面发言了，就说，中国大陆你这个飞机哦，怎么会这样子有跟其他的这个他国的飞机船只相遇不安全的方式又不专业，所以是不是又是复刻去年的这样的套路，又要在这次的相会来操作一番呢？我们来问一下谢老师。那个，如果说中国大陆的这个侦察机飞到离美国海岸线啊只有50公里的话，不晓得美国的战斗机会如何处置？因为是不是会用，我不晓得会不会用比较专业比较不危险的方式哈。那这个专业，什么叫专业？什么叫不？什么叫这个动作，我觉得这个很主观啦。那中国大陆的说法就是说，这个美国这种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抵近侦察是非常不友善，那必须要这种行为必须要改正嘛。所以中国大陆的战斗机歼16，那是一个还非常战斗力非常强的一种战斗机啊。那么它事实上等于是进行拦阻，基本上就是要把美国的那个战斗机、美国的侦察机赶出中国的邻近水域嘛，那空域嘛，所以我不晓得这个美国除了就是说表示抗议外，会不会改变他的行为啊？这个很难说。不过这一次香格里拉会议未开始，美中双方已经剑拔弩张了。那么上一次2022年举行的时候呢，事实上那时候中国的国防长是魏凤和，事实上跟奥斯汀是有见面，是，而且上一次见面不但原来预定的会谈时间是半个小时，后来延长为1个小时。那么双方对很多问题都进行了沟通。那可见去年的情况，美国跟中国大陆在军事关系上比现在还要好。现在连见都不见了。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已经就是说，从中国大陆角度来看，你美国人你就放马过来吧，没有必要谈了。你有什么招你就死吧。对，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比较严峻的。那6月3号是 Austin 他要发表演讲，接下来6月4号发表演讲。那我觉得基本上可能双方谈的真正会有这个擦出火花的还是台湾问题。因为如果说 Austin 他对美国在台湾问题的立场上他又有很强烈的这种讲法的话，甚至跟过去的讲法又往前面再走一步的话，那我觉得李尚福一定会发出极严重的一种警告的声音。那么警告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我现在真的难以想象。因为上一次去年的时候这个魏凤和他在同样香格里拉会议，你看他讲是不是已经讲到这个台海的问题他已经讲到非常严重。他有3步，我想很多我们观众朋友大家都还记得他讲第一个不惜一战，对，第2个不计代价，第3个不二之选。他那个3步去年的时候引起国际社会轩然大波。不惜一战都国防部长讲的，不计代价，不二之选。所以如果今年如果这个 Austin 在6月3号讲话，在台湾问题上那么中国大陆认为有踩新红线那我真的不晓得李尚福他要怎么回应，会强硬到什么程度。好，我们来问一下郑源哥。中美两国这些口头上的争论，或者是飞机在空中里面的可能的摩擦，这些都是一个结构性的表面而已。真正的结构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就出在于奥斯汀他们说要表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力。正确的翻译应该说要表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势力范围，就哪些是我的势力范围，哪些是中国大陆的势力范围。那很明显的，美国人他们仍然是在冷战时代的观念，那个时代里面中国大陆的海空军实力非常的弱，
而美国相对来讲，海空军实力很强，所以它北从日本、韩国，中间经过琉球，一直到台湾，一直延伸到菲律宾。那他认为啊，这个南海啊、台湾海峡、东海，那都是美国人的势力范围。这个基本上是美国人在冷战时代所留下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海峡中线是谁的中线？是美国化的中线。我们今天讲的所谓的台湾的航空识别区是谁画的？是美国人画的，不是我们中华民国或者我们这个台北政府画的，都不是。对，那这种延伸到了南海，状况其实也是差不多。那可是现在因为形移世换啊，中国大陆的海军跟空军已不是无下阿蒙，那它的活动范围自然会从自己的沿海领海线一直往外推到他认为一个合理的安全范围，那就产生一个问题：这个中国大陆的安全范围，你美国可以进来吗？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美国的安全范围，你管你的本土就好了，你是凭什么理由插手到这个印太地区？没有啦，印度那边基本上没事，还是美国人故意在装疯卖傻而已，哪有什么印度的事？就是西太平洋地区，西太平洋地区现在已经不是美国家里的厨房了。那两军的对峙一定会产生各式各样的摩擦，美国不肯退，那解放军更没有退理由。这是我家围墙的门口，怎么可能让你退呢？表面上美国人打的都所谓自由航行，我侦察机自由航行，我这个战斗机自由航行，我军舰自由航行。自由航行用在民用航空器、民用船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解放军或者美军都不应该干预。但是军机稍微不同，国际法在这边基本上是一个灰色地带。你用个这个轰炸机在我旁边晃来晃去，我可以视若无睹吗？你用一个侦察机在我的厨房后方一直在窥视，我可以视若无睹吗？所以这个解放军讲的对，他说我的第17号舰队的编队正在南海进行这个例行性的训练，它其实就在西沙群岛附近。它所谓的50公里的这个海峡的这时候海岸线是讲的是永兴岛的50公里。那美国还是觉得他不承认永兴岛是有所谓的领土海域的问题啊，所以两方面这边啊一定要靠实力来决定啊，实力来决定。所以未来如果解放军不断有这个还不算拦截了，有驱离啊或者压制啊这个美军的军机。或者美军的友机，不管是日本的飞机、日本的船舰，或者澳洲的飞机、澳洲的船舰，一点都不用压抑，因为只要中国的海空军能够在它的将近个100多海里里面的海域里面去进行所谓的主权的宣示，就是你靠近我的领海基线之前，我要知道你来者是善还来者是恶，基本上是有这个权利的。这种说句实话，就是空中检查嘛。那空中检查一定有一些矛盾产生，所以美国人呢要从这个西太平洋地区退出与否，美国人来决定，否则随着解放军的军力的成长，一定会把这个范围里面纳入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势力范围，而不再可能是你美国一家独霸的，还是回到你的东太平洋去吧。将军，这是中美军役接近事件哈。其实你看，中国之所以会做出这么危险的动作，其实代表这次的这个美国的侵扰事件是很严重的。我们看一下哈，可能各位不晓得，美国这次来的飞机叫 RC-135。RC-135是什么？是什么样的飞机呢？它是冷战时候美军对苏联的一个核子侦察机，也就是说它要侦察。我们都知道，苏联呢，当年苏联是核潜舰部队最强的一个国家，所以 RC-135就针对苏联的核潜舰所设计出来的一个侦察机。它专门侦察苏联的核潜舰的活动。那这架飞机是很老的了，是波音飞机改装的，到现在为止其实还很好用。它现在苏联解散了，变俄罗斯，它虽然说潜艇部队还在，对美国的威胁比较小，但反而现在中国它的潜舰部队发展起来，尤其是前2天我们看到一则新闻说，中共来讲，它096的潜舰已经这个成军了。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这次的135的侦察机到南海地方去。尤其你看到南海，南海是什么呢？南海是中国潜舰海南岛，是中国潜舰的第2潜舰部队的基地所在地。所以它这架飞机很明显就是来侦察中共的核潜舰的部署位置，还有它的活动。所以那中国来讲的话，那是我护国神器。
对不对？核潜舰是战略级的武器，我怎么可以让你侦察？所以他去做这种动作。那我们看一下，其实去年的时候，澳洲也曾经，这次它只是，其实这次中国上去歼16是解放军空军里面最先进的飞机。我们看到相片上面、影片上面看到只有1架，但你要知道，空军上去通常都是2架，一架主机，一架僚机。另外那架僚机在哪里呢？你影片我们是没看到，那架僚机可能在后面，飞弹对着它了。就是如果说我前面这边警告你，你再不走的话，第2架僚机的飞弹或者是主机的飞弹就上去了。去年澳洲就是这个样子嘛。去年澳洲它更危险，因为它如果说逼你，它再不走，它就可能就释放干扰丝，把你的这个喷射引擎弄坏掉。那我想说，这次美国为什么说它是恶人先告状？整个这种空中接触其实双方都有一个 SOP 啦，就是不会说是突然你过来我就过去。这个做这种危险的飞行动作，你怕撞击，我也担心撞击，引起国际不必要的纠纷，所以他一定有一个程序，一定是对你先喊话。我们都听过这种喊话嘛？这个解放军，你现在航高多少的？你听到你现在已经靠近我海岸线了，请你立刻掉头离开。我想解放军当初一定也有这种录音，只是美军自己不把它放出来。前面这段他没有放出来，一定有对你警告你再不听，对不对？他就1架僚机在后面，飞弹对着你，1架从你前面过去用扰流喷射你。其实你不要看那个扰流力量很大的，我们看空军有时候飞行表演，我们看到它好几架在里面编队飞行。其实他们每架飞机其实高低是有落差，差不多有将近50公尺。我们平面上面看上去好像是一个菱形或一个三角形，因为它如果说如果在正后方的话，吃到尾流的话，你没有吸到空气，你那个飞机就坠机，所以那个飞机震动是很危险的。但我在想说，美军自己要要检讨，如果说你经常在抵近中国要做这种侦察动作的话，下次会发生什么严重事情来讲的话，实在是很让人预料跟担心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斯克在大陆这边的访问，一天见了3位部长包含先见了秦刚之后，又见了王文涛，然后这个工信部长这个金壮龙，还有中国的贸促会的会长这个任洪斌就是接二连三的一个拜会，还有包含了这个宁德时代的老董曾毓群也有见到面，也谈及了北美共建动力电池厂的这个相关事宜然后一直忙到了晚上呢凌晨去拜访了特斯拉的这个上海厂还有留下了这样的大合照，马不停蹄所以你看他讲说现在他宣布在上海要投资建设全球的第2家储能系统的超级工厂，然后根据这个计划呢，特斯拉也将从这个宁德时代来采购磷酸铁锂这个电池电芯那现在其实全球各大企业也都掀起了访华的热潮不只是特斯拉还有很多的这个大企业的这个 CEO 也都抵达了中国大陆。那马斯克他首先提到啦，就是中国跟美国是不能够这个脱钩断链的，是因为这个他们两个市场就像是连体婴儿一般所以很多的这个评论都讲说，这个华盛顿应该要好好来思考，你们这些政客要去思考一下马斯克提的话，因为他说中美的利益交融如同连体婴一样。彼此密切密不可分。那中美的关系历经困难的当下，其实马斯克说了不少美国企业界人士的心声那华盛顿不能再继续用这种抗中的态势来处理可能比方说经贸或是科技上的往来。那事隔半年这个马斯克又再度重回了这个世界首富的宝座，也就是说这一次访华是以世界首富的身份而去，世界首富提供了这样子不应该断链的思考。那另外摩根大通的CEO 也是事隔了4年访问了中国大陆。彭博社有报道他提到了一句话，他说尽管中国跟西方国家的摩擦不断，不过大陆和西方的世界是不会脱钩的。虽然现在情况很复杂，但是摩根大通还是会留在大陆经营，不论顺境逆境都要留在中国大陆，因为大陆的市场非常的大就像是我们前几天听到黄仁勋讲的，这个大陆的市场是无可取代。那难道只有黄仁勋懂吗？所有这些大企业家也
都了解哦。你看看星巴克新任的 CEO 首次访问中国大陆啊，他就讲2025年哦要增加9000家的这个门市哦，中国大陆也会变成一个最大的市场，因为现在光是中国大陆的消费者人均一年消耗12杯咖啡哦，那其实呢这个远不及发达国家的数百杯，像日本是200杯哦，美国是380杯，所以反过来看，中国大陆还有非常大的一个成长的潜力哦。那日本的啤酒厂商、啤酒酒商 CEO 朝日啤酒，他就讲说，在大陆的这个销售量每年以2位数在增长，所以我们要重返中国，要回到中国这个市场哦，要来投资更多。那再来看看美国的学者这个乔姆斯哦，乔姆斯提到说，中国会成为世界的领袖吗？他说，这不是用一个进行式哦，是已经是了，因为中国大陆将会成为这个本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国家，欧洲必须要决定它是要留在美国主导的体系当中，还是要选择中国，因为如果你留在美国体系当中，可能会接下来就是走向衰落。那所以因此很多的欧洲国家或者是企业，很多就干脆自救，所以很多企业就这样逐渐的往中国大陆这边自行去拜访啊。那我们看马斯克们3月以来哪些人去了中国大陆，包含了苹果的 CEO 库克，还有美国通用汽车的董事长马利博拉也将相继的访华。3月下旬的时候，王文涛还密集会见了像是雀巢、BMW、宾士、高通10多家跨国公司的这种高管哦。因为呢，光是我们看看一些商会显示出来的数字，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有66%的在华美企表示，未来2年会保持增加对华投资哦。那中国欧盟商会呢，它的报告是讲说，有将近60%的受访企业说，未来5年都会增加，或是适度增加、显著增加在华的研发支出。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世界市场有着超过120亿人民币的经济总量，还有14亿多的消费者，变成全球第2大商品消费市场，还有第1大网络零售市场。因此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当然现在必须要密集赶快去访华，赶快趁早来布局吧。我们来问一下郑源哥，美国现在是双头马车的政治状况。什么叫双头马车呢？华盛顿是一头马车，然后华尔街又是另外一头马车。华盛顿的民主共和2党的政客携手合作，不断的要打压中国的崛起，要跟中国脱钩断链。那也就是说，不跟中国往来。但是另外一个华尔街呢，还是秉持的美国自由主义的传统，认为一个没有关税、没有贸易壁垒、一个全球主义的市场，是对人类的经济发展是正向的。这2股力量呢，正在美国上演着互相的推挤，拜登也就在2股力量中摇摆。因为一个美国政客想选美国总统，一方面要在华盛顿玩游戏获取选票，另外一方面要在华尔街打滚拿到竞选资金，因为美国总统这个位置是全世界花费最大、成本最高才能够竞选来的总统，所以美国在形成这种双头马车以及摇摆不定的政治风格。可是华尔街的共识基本上不太会理华盛顿的共识，所以你看一挂的华尔街的这些上市公司的大老板，他们在认定中国是世界市场不可分割的最大的那一块，而且是中国是整个全球经济带动成长力最重要的因素。不管是 IMF 的报告或者报告都是如此华尔街的所有的研究报告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说马斯克访华意外吗？不意外，因为马斯克的股票他如果没有当时的上海工厂顺利开工的话，他的股票仍然是10几块，不现在是几百块。所以他现在世界首富，第一个因素，他当年很聪明的选择中国盖超级工厂，现在又要加码扩大做储能的超级大工厂，发展新一代的电池。他也找对地方了，因为全世界你找不到其他合伙人，除了宁德时代以外，独一无二的。那更不用讲摩根大通是非常有名的商业银行跟投资银行啊。那他到哪里去找这种全世界的全球的生意的机会啊？当然是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光靠美国，对不起，市场会大幅缩小。那欧洲那就更不用讲了星巴克哇，那个现在已经变成这个中国大陆每一个稍微大型的城市里面的必备品，到处都有星巴克。星巴克的老板当然非常的开心啦他觉得中国人喝咖啡还不多，不能跟日本人比，因为中国人目前喝茶还是比喝咖啡多所以他想要去扩大这个市场，他判断对了。
中国大陆是全世界未来喝咖啡最多的市场，因为年轻人比爸爸那一代咖啡喝得多。你只要看这个趋势就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连日本的，我们台湾很喜欢吃Asahi的啤酒啊，都想要在中国大陆推这个，因为它是好啤酒，可是你没有好市场，你这个啤酒也是卖不掉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Noam Chomsky 啊，他当然是个哲学家，也是个语言学家了哦。他的判断是，中国将成为本世纪下一个最重要的国家。这个不用他哲学家来判断啊，3岁小孩子我们随便判断都判断得出来哦。那至于马斯克有没有打脸美国啊？这所有的这些企业家、美国的哲学家、大牌的教授的这样的判断用台湾民进党的角度就是舔共，就是舔中。不过可能他们现在不好意思舔啊，因为赖清德竟然要去舔习近平的餐桌了所以我认为这个在帮人家舔共、舔中也没什么意思了。听起来有点不卫生啊。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马斯克的这个 Tesla 是他最重要的一个成功的企业啦。那你知道这个 Tesla 它全球的汽车生产电动生产有一半是在中国大陆生产，而且他当时在中国建厂的时候，曾创下10个月就帮他找地到工厂变成开工10个月，这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政府能够配合的。所以呢，马斯克事实上他的 Tesla 有今天没有中国大陆那他是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的。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除了在生产、在制造上给他很大的一个便利之外中国大陆也是 Tesla 在美国市场以外全球第1大市场。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说今天 Tesla 没有中国的话，第一个，它一半的生产不知道从哪里生产；第二个，它的第2大这个销售市场也就没有了。所以今天可以说中国可以没有 Tesla 不能没有中国。所以马斯克到了这个大陆去访问，那个彭博还写了一篇文章说，这个中国对这个马斯克极具这个什么样阿谀奉承之能事，把他当做什么是这个重要的什么投资者。其实我觉得正好搞反了。对啊，知道吧？你看这个 Tesla， 事实上这个马斯克他对中国大陆的态度光有一点那么就可以证明他如何看重中国大陆。他说他赞成台湾作为大陆的特别行政区。你记不记得？就在他讲了这句话，他如果不是中国大陆对他的重要性，他干嘛要讲这句话？而且他现在吓死了，比亚迪都冲上来了，谁要阿谀谁啊？对啊，所以美国人事实上，我觉得现在是很吃味。主要的媒体报道的角度如此之偏颇啦。那不过就是说，整个来讲，其实我认为 Tesla 最大的问题，最大对中国大陆依赖，倒不是市场，倒不是生产基地，而是它的关键科技。电动车最重要的是电池。今天电动车 Tesla 除了他自己所谓说他有一些科技以外，它的电池不是用比亚迪就是用宁德时代。所以今天就是说，在电池这个车用电池方面，中国大陆掌握了关键科技。那所以今天不管是这个Tesla 也好，甚至欧洲车厂也好，还有前一阵传出来的福特都希望中国大陆主要电池厂到他们那边去投资。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如果用传统观念上认为中国大陆都是靠别人的技术发展自己经济我想光是电动车这一点就已经不是事实了。而是世界的电动车发展要看中国的电池工业的发展。好，将军，这是马斯克他的私人飞机直接落到北京代表的含义就不一样。大家知不知道上次选曼要到中国大陆去拜访的话，他只能到天津，他也到不了北京，而且是由当时的谢峰在天津跟他做一个接待。那这次马斯克他的专机，而且是私人专机直接落北京机场，这代表中国对他一种很高的一个礼遇的态度。那我们目前来讲，想到马斯克都想到他的特斯拉，其实特斯拉在墨西哥已经有一个新的工厂，不见得会比上海小。那是因为这个拜登他弄了一个打消通膨法案，所以说鼓励在墨西哥美国的边界上面设立这种工厂。其实马斯克也到那边去投资。
那这是为什么他到中国去还受到那么高的一个礼遇？我觉得你要往后面看，马斯克现在在发展的是什么？他下一步发展的是太空计划。那现在中国除了是一个我们现在目前讲的是很大的一个消费市场、经济市场之外，其实它也是一个制造大国。它的制造的工业来讲的话，除了说是目前一般民生工业，它已经进步到科技工业，包括到太空工业。那马斯克这次去会不会是跟中国谈下一步太空的科技计划？前阵子他发射的这个星舰火箭，虽然说失败了，可是你要知道，我看那个火箭哦，你吓一跳。我们远远看那个镜头，不觉得怎么样，好像火箭都长那个样子嘛。它高度有120公尺，很高哎，等于40层楼那么高。它的载运量可以到1000公吨，那么多的东西可以载到太空。虽然说是失败了，但是马斯克这个野心他并没有放弃。那目前具有太空能力的这个国家里面，美国自己 NASA 因为经费不足，慢慢也已经这个消退了哈。那现在来讲，用国家能力能够发展太空计划，大概就是中国。我们知道前2天我们才看到嘛，这个天舟16号跟天舟15号才对接成功，而且目前在太空中唯一有这个太空站的国家，就是再来只剩下中国了。苏联那个很快就要退役了，那只剩下中国。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个人觉得说，你如果说是这个超前部署来看的话，马斯克这次去除了汽车之外，宁德时代之外，另外我觉得最重要，他想要跟中国合作的是一种太空事业，未来太空事业发展，包括他的星链卫星，还有中国自己的这种太空卫星的一个这个。两岸的事情一直卡在哪里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因为最近蔡英文是把这个大法官的提名啊，全部是不是都变成了绿油油了？特别这个游伯祥被提名为大法官，也非常惹争议哦。看到了这高检署主任检察官陈宏达他就讲说，这根本是灰败国家名气啊！他就说这一位这个太阳花诉讼的义务律师游伯祥在2005年这个被爆料啊，就说教唆证人在法庭上面做伪证所以因此现在在这个法官论坛上面被延上啊，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情有些法官就在算说，哇，我们现在大法官的候选标准果然比较宽松啊，尤其呢是这个游伯祥是在这个人权包装下的虚伪，已经取代了亲民公正的价值那这位这个陈宏达就讲说，在小食堂挑出来的鱼何大之有，凌驾法律专业，灰败国家名气，莫此为甚所以很多的这些这种检察官也好，法官也好，都觉得很不以为然。今天联合报的黑白姐提到了这个绿油油的大法官因为这个游伯祥教唆证人做伪证这样的人品其实当法官都不够格，竟然被这个蔡英文慧眼相中当大法官。台湾的天空难道要涂成了绿色吗？不再是蓝色吗？这搞不好什么都变成绿色了那表面上的人选是由各界推荐那经过了这个蔡英文这个绿网一筛，这个社会公正人士全部被淘汰，剩下的只剩下皇亲国戚功在党国的绿油油而且呢，这让大家更觉得害怕的是，未来两岸如果问题发生违宪的话，就变成了全部都由蔡英文的意志来做解释嘛，大法官要解释了嘛。那所以现在你看起来，这个之前不是有这个大陆人是中华民国的人民吗？那时候不是我们前几天有在那边讨论，为什么大陆人这个受损害的时候没有赔偿，然后反倒我们去赔偿其他国家的人所以现在政院停用了这个旧的函释，通通都会发生这种事情，这可能也不会是第一例，也不会是最后一例那再来我们看一下金厦大桥的讨论柯文哲有讲说，你们现在这个民进党还在那边讲吴三桂是没有必要的，金厦本来就是同个生活圈与其这个小三通开这个10几班这个船你干脆建一个桥不是更干脆吗？他说国防问题不是问题一座桥用飞弹对准随时可以打断，你还在讲什么吴三桂是没有必要的。那侯友宜也提到了，他说这个金门因为地缘政治敏感关系所以我们要重启对话和交流，建议两岸沟通的桥梁就从金门开始因为的确这个同一个生活圈本来往来就是比较密切嘛。那再来我们看看郑文灿绿营是怎么说呢？他说应该要充分投
投资国防安全哦。他说，对岸都是以这个军事威胁啊、经济威胁，还有外交围堵台湾，这是事实，这是绿营的主张哦。那他说需要有更多的和平筹码，首先是充分投资国防安全。那我们看看这个中时啊提到了这个绿营喊话，你不是很矛盾吗？你喊话要跟这个对岸喝茶吃饭。这感觉上面就是一个选举花招嘛。你看蔡英文主政了7年多来，两岸的关系形同冰封一般，已经不沟通了，而且越来越对立了。而且为着选举你只是这空口在那边邀对岸吃饭聊天，你就是一个虚晃，你知道吗？讲的是谁？前2天特别说想要跟习近平吃晚餐的赖清德嘛。那再来我们看看现在到底是谁在卡两岸的旅游呢？国台办称免协商那王国材就说，大陆应该要赶快开放啊。陆委会日前是提出需要经过两岸的小两会协商才能够解除禁令可是呢，国台办讲说你这完全站不住脚啊，因为这30多年来从未有过台湾团客赴陆旅游，根本就不需要什么两岸协商所以就感觉这是不是又在好像制造一些话题跟对立而已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李东宪前几天这个讨论度非常高，因为他这个跆拳道夺了铜牌之后举了5星旗的争议他讲出他的心声，他说他是看透了民进党，为什么全家人那么绿会出了他一个这样子的，他自称是共产党他说当然是因为我看透了民进党，我以前也是民进党的支持者但是后来我觉得民进党做事有问题我还看到他在大陆就是有去搭计程车，然后那个计程车司机还跟他讲说我认得你，你就是那个举5星旗的人，然后2个人还聊了一下为什么他会觉得现在他看透了民进党的事情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黄仁勋辉达现在在台湾掀起了一股旋风嘛，那接下来他要去大陆了，去访问中国大陆那他的行程还包含了跟腾讯、字节跳动，也就是这个抖音 TikTok 以及理想汽车、比亚迪都要跟他们来见面，甚至呢还有要进军电动汽车的小米都要见面。那他是这个台湾裔美国人企业家，那他也是这个台南人啦。那他的妻子是美国人，长子呢在2015年的时候有回来台湾经营酒吧所以现在你看起来这个蔡英文也好，或者是民进党也好大家都想要来跟这个黄仁勋搭上边蔡英文前2天发文也有特别提到他，可是黄仁勋讲的最关键的一句话民进党不提，为什么呢？因为是不是有点失面子？他讲到晶片不一定要在台湾制造，但是中国市场无可取代这让大家感觉好像就是像特斯拉这个马斯克他就讲说要让台湾成为特别行政区马上我们就这个邱国正就讲说我们的国防绝对不再买特斯拉相关的东西就遭到出征。可是对比黄仁勋，为什么现在还没有人出征呢？还是因为他是美国人，他讲英文，所以在台湾就不用被出征？我不知道到底标准在哪里，好像不太一致那这就有待民进党来回应了。首先我们来问一下郑源哥，这一次蔡英文又提名了4个大法官，在法界掀起一片的风浪。大家认为这4个大法官的人选除了其中1位在品质、资格、资历上真的比较没有争议，可以担任大法官，其他3个都有相当大的争议。争议最大的就是游伯祥律师。游伯祥律师应该不只是绿油油，绿油油只是第一关，他应该是蔡游泳。因为他还有一个经典案例不只是帮太阳花辩护。2019年蔡英文出国访问回来，飞机上载满了私烟，大家忘了这个案子吗？私烟案的辩护律师就叫游伯祥，所以跟蔡英文这么亲密的一个蔡游泳、绿游泳不提名他，要提名谁呢？何况蔡英文的任期到明年而已赶快在大法官会议安插自己人，以后他还可以继续遥控大法官会议。如果要对任何宪法做出释宪案或对法律做出是解释函，那都是蔡英文的意志继续可以贯彻比如说大陆人是不是中华民国人民蔡英文解释当然不会是嘛，因为我们的宪法里面的人民的定义、国民的定义、公民的定义是有很严格的，他们今天通通把它混在一起。那只要这个大陆政府没有意见，那我们其他人也没什么意见简单讲，他要去混乱中华民国宪法，那就是蔡英文想控制，你拿他也没办法。至于金厦大桥，
基本上又给柯文哲加了1分。柯文哲要争取蓝营的选票或者中间偏蓝的选票，他去打这个金厦大桥。金厦大桥谁需要的？当然是我们台湾比较需要啊。大陆对金厦大桥，坦白讲，这经济功能上可有可无啦。他也不是配合他的统一政策，这个桥他才懒得盖的。但是对于我们小三通的台商啊、台干，甚至于金门地区的老百姓，有这个金厦大桥，桥上可以通车，桥下可以接瓦斯管、电管。那因为金门现在啊，除了早期因为有通水之外，现在电是一个问题。那么这个油气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有了这个金厦大桥是多功能的。那柯文哲当然讲得很清楚啊，把这个桥形容成吴三桂，那是很好笑的事。那侯友宜啊，这本来是侯友宜可以充分掌握的议题，他跟上了这个话题，可惜他不在现场，他的得分呢就会打折扣。郑文灿民进党的回应当然更好笑哦，他说：“哎呦。”我们有军事威胁，是有军事威胁啊，但是你裴洛西不来，怎么会有围岛演习呢？你不废弃9·2共识，怎么会有围岛绕台演习呢？那经济胁迫，蔡英文任内创下对大陆贸易最顺差最高的金额，那叫经济胁迫啊。那好了，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希望中国大陆对它经济胁迫了，不是吗？这个，那至于外交围堵，外交战是应该从国民党政府时代就开始打了，打到现在也没什么稀奇了哦。所以郑文灿用这个理由来阻挡所谓的金厦大桥，非常的可笑。至于这个赖清德要跟习近平吃饭呢、那我只能给他高度的赞美，他真的叫中共同路人，而且还中共同犯人，而且还中共共参者啊、所以以后看他要对谁戴帽子讲中共同路人，我们就说比照你们赖清德就好了啊、所以他简直是把自己的皮给扒下来了。好，我们来请教介老师。民进党事实上这个权力滥用已经是一个惯例了。可是现在不但权力乱用在蔡英文这个主政之下，他权力极为的傲慢，他基本上谁都敢欺负，什么事都敢做。那基本上我觉得这次他提名有这种串供嫌疑的有串供前科的一个律师成为大法官基本上就是欺负台湾法界无人。那么台湾整个法界基本上都应该臣服于蔡英文的淫威之下。那要举世望去的话，任何国家大法官说成为大，他不是他学问要到一个程度，最重要他的道德操守最重要。那可是呢，居然蔡英文敢提名一个有这个串供记录、教唆别人串供记录的一个律师来出任大法官基本上在现在的当今世界各国基本上不会发生，所以可以显示蔡英文有多傲慢。他认为法律是什么？这些法界的人都是什么？都是塑胶做的。这些人他爱怎么做怎么做。所以今天台湾是没有什么道德标准的，蔡英文更没有道德底线，没有下限的。这种人都敢提，可他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欺台湾法界无人那么这个作为，现在很多报纸去访问了很多基层的法官，现在一片愤慨。这个法官司法界内部的检察官他们的内部的网站骂声连连，那个简直就是没有下限的一个做法。那像这个法界知名的这个检察官陈宏达他也就站出来直接批判。可是我认为这个蔡英文不会管这些的，因为蔡英文反正马上要下台了，很多事情他才不管呢。对，他基本上把这样一个不够格、道德有严重瑕疵的一个律师放成大法官，基本上是为他自己。一方面是什么呀？报答他过去怎么样？对民进党对跟蔡英文个人的贡献。刚刚蔡委员也讲了，他这个走私烟案就是他做的律师。那么这样子的人，我觉得进入台湾的大法官会议那台湾的大法官的那个数值整体就被他完全拉下来了。以后谁还相信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大法官是死法律是死的谁来解释？最高来解释这个法律的内涵呢？就是这些大法官这些大法官可以要你生，可以要你死。所以各国都非常重视大法官的道德操守。
那而且大法官是一个什么？要以亲望，要得到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不管在学养，在他的这个资历上要非常非常完整。最重要，重视他的道德水平。这种已经有案例的人，真的全世界没有国家会做出来，没有一个总统有这个胆子去这样做。可你就看出来蔡英文有多大胆，基本上是目中无人，谁都敢不放在眼里面。台湾念法律这么多法律系毕业的，这么多基层的法官，现在通通跳起来了。基层法官说，我们战兢啊，要升一个级都不容易。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阿猫阿狗游伯祥律师，过去就是以他的政治意识形态在这边怎么样，在这边获得当权者的青睐，就给他可以给他钱，给他一些别的位置，不能拿大法官这个位置给他。这个是会毁坏国家体制，让所有学法律的人基本上等于说被蔡英文当面羞辱。好，我们来请教将军。这个去年要盖金厦大桥，其实柯文哲在去年就已经提出来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接受黄光芹黄大姐的专访，我特别也表明，就我军人的立场，国防部的立场，军人的立场，我不能讲国防部，就军事上的立场来讲，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其实我们台湾很多人并不了解金门，金门他们其实现在生活上面很多事情是必须要依赖厦门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曾经在金门的时候，码头上面碰过一个金门当地一个女士，这个她要去厦门，我说你去厦门干嘛？晚上你回不回来？她说要回来。我说那你去干嘛？她说她去做个头发。那从这句话就代表说，金门很多我们台湾对金门的建设其实是不够的，在民生方面不够的。它不管是美容，从最简单的女生的美容，或者是比较好的购物，他们都要到厦门去。那现在坐的都是小三通的船。那如果说有这么一条桥的话，我相信对金门来讲的话，它民生问题可以获得很大解决。目前水已经通了，如果说是再有电供应的话，那我相信金门来讲，它的民生问题可以解决更多。至于说我们所担心军事上面的问题，我觉得这根本就不是问题，这是这个假议题。我们看赖清德他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那时候两岸要直航，他特别讲出一句话出来说，现在大家看这个镜头。那个岛就是叫思屿，他特别提出来，赖清德那时候特别提出来说，这个两岸直航是木马屠城，就中共的飞机过来，他过来了不是旅客，是解放军下来以后就占领我们的机场。后来事实上证明不是，我觉得说两岸现在关系，你民生跟这个军事要把它做一个区别，最起码做一个区别，你要顾虑到金门人的生活，我相信。柯文哲在这个议题上面，他除了说会得分之外，另外他在金门方面来讲的话，也会获得认同。之所以说，之后我讲说，这个赖清德他说要跟这个习近平吃饭了，我觉得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台湾跟美国一样，成为世界强权的国家，或者跟马克宏一样，经济上面已经是成为世界也是G7的国家的那种实力，你才有资格去跟习近平吃饭。那我们台湾自己有没有这种实力？第二个就是说，你承认自己是大陆派来台湾的特首，那你可以去跟他吃饭。所以但这两种到底你要赖清德要以哪一种身份去跟习近平吃饭？我觉得这件事情虽然目前讲起来，它好像炒成一个话题，选举来讲形成一个话题，但是事实上，我觉得他如果说不讲清楚的话，国民党可以利用他这个话题来做一个攻击，反而变成他是扣分的一个题目。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